中国这个文化古国，所以呢，这里面有很多很珍贵的这些历史文物建筑，这些我们都要把它保留下来。这样子的话，整个中国把它打造这个非常多姿多彩的一个国家。他身当一个国家领导，做了这么多对规划的这种理念的解说呢，已经是了不起了。刘泰阁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，从事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50多年，曾担任多座中国城市的规划顾问。1987年，他受邀负责福州市区的城市规划，之后向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汇报了设计方案，因此与习近平主席结缘。福州是我母亲的老家嘛，那么当时政府请我到福州去做这个规划，习近平主席当时的福州的市委书记，我就跟他做了汇报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之后1、2天，福州有关部门又找到他，邀请他主导福州长乐机场的设计。当时刘泰阁由于没有机场设计的经验，婉拒了中方邀请。数月后，习近平访问新加坡，再次邀约刘泰阁见面。他就心平气和地说，其实他就是看上了我两个优点，一个就是工作，我做这福州规划的质量做得好，第二就是时间控制得好。他说有这2个优点，他觉得很放心，就还是要我来考虑。那么我跟他聊了大概10来分钟，我觉得他是真的是非常有诚意。后来我想，那我一定要接受，不过我要想办法把这个工作做好。刘泰阁邀请新加坡樟宜机场的专家参与福州长乐机场的设计，将其打造为一座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。1997年6月23日，福州长乐机场正式通航。在新加坡，刘泰阁是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和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的设计师。2010年，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出席了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的奠基仪式。2015年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期间，为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揭牌。当天，刘泰阁在新加坡总统府举行的晚宴上再次见到习近平，那时的场景让他终生难忘。那天晚上我们在总统府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聚会，他就一进来看到我就直接走到我面前跟我握个手，他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。我说是的，我们有30多年的交往。在刘泰阁看来，习近平主席很重视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保护，强调城镇的宜居性，对中国的城镇规划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指导。我觉得他提出几个理念，我觉得都很重要。一个就是他提出说，我们今后中国城市的发展，大中小都要同时重视。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很欣赏，就是一张蓝图干到底。刘泰阁说，中华文化几千年绵延不绝，在世界文化之林占据重要地位，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多文化艺术思维上的创意启迪。他相信，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如此巨大的国家，在习近平主席先进完善的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理念的指引下，今后的城镇功能和环境会日益完善，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民族尊严也会进一步得到提升。